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怡元。大家也知道960跟2605的 KVK 正在进行当中，不少的玩家都说这一场 KVK 实在是太无聊了。然而在今天半夜的时候，终于来了一场史诗级的集结。960方是开了3个集结去打2605的驻防，最让人惊讶的就是2605居然是驻防了14分钟。那各位要知道，除了开3个集结之外，其实960还有不断的围殴。所以2605它能够撑到14分钟，我是觉得真的很强了。让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因为2605他们一直藏了不少的部队在城市里面出来准备围殴960的集结，所以等一下你们会看到我的画面一直不断的在补兵。目前画面上各位看到2个黄色集结跟1个蓝色集结，蓝色集结是已经抵达了，陆续赶来的就是下面的黄色集结。这个时候各位可以注意看，当最后一个黄色集结抵达的时候，他们的城市到底有多少的部队冲了出来。那你们看到画面上这些白色点红色点全部都是敌方的部队。当我们发现到他们出来围殴集结的时候，我就马上了进入补兵模式，因为我们是提早预知他们会出来围殴集结，所以我这里所带的兵种全部都是骑兵，尽管我是用这些步兵或者是工兵统帅，但是里面携带的肯定是骑兵。各位从这个画面上也可以看到我的右手边兵力到底下降了多少，还有960的补兵速度，各位可以参考。各位也可以顺便查看一下围殴的部队他们的白字到底有多少。说实话，这14分钟里面我是一直不断的来回补兵，因为我的城市其实也比较靠近集结的位置，所以我是已经没有什么印象我到底补了多少兵，我觉得至少有20队以上。我的补兵方式就是看到我的部队剩下的兵力并不是很多，但是集结剩余的部队也不多的情况下，我就会马上换兵，让退出来的部队回家，再重新派了一个完整的部队过来。但是我派遣部队的时候其实是点击要塞来派遣部队的，所以有时候忘记把那个部队拉去旁边，就变成我有一些部队是不小心撞到要塞的。粗算下来应该有3队是不小心撞到要塞的。960会打这个要塞这么久，主要是因为这个要塞附近有很多2605的大佬一直不断的在一样子。但是跟我上一个影片不同的地方就是上次是尤达一个人在补而已，但是这一次是附近有很多个大佬都在帮忙补，所以他们的血线其实都一直拉得很高。各位可以看我画面上方是2605他们补兵的节奏，那你们看到有下降的时候，就是因为960有去围殴，所以他们才会下降比较快。所以你们可以看到他这个报告在前面3个集结抵达的时候，他们再加上围殴是直接下降的。后面因为960有其中一个集结是已经没有了，再加上他们补兵已经补起来了，960的围殴部队已经黄血了，回去换兵，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慢慢升回来。每一次当他们下降的时候，就是960围殴的时候。也因为他们驻防是用阿提拉搭配戈尔戈的关系，所以只能补骑兵而已。那看到后面应该是没有多少骑兵了，再加上他的车头最后是有爆掉的，推测是来不及换车头啊，因为3个集结再加上围殴呢，其实车头是很容易爆掉的。所以最终960还是点燃了这个要塞。不过看到对方的战报之后，真的不得不佩服他们补兵是真的补得很好，尤其他们只能补骑兵而已，假设可以混兵的话，其实会比较容易补。那接下来的画面将给你们看一下到底是怎样去打这个驻防的，因为还是有一些玩家比较好奇围殴的部队白字到底是有多少，他们受到多少的伤害，还有究竟960围殴了多少次要塞。假设不想要看过程的话，可以跳到这个时间点。在此，来者证明来。子称归尽存亡之秋矣。待我秦树未归。欲思其利，必虑其害。
有去便来。欲思其利，必遇其害。剑一人敌，不服血；万人敌。危急存亡之秋也。颜良文丑若何？Наши воины объявили смерти, пожертвовав собой ради Отечества. «欲思其利，必遇其害。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。待我结束必归。一人敌，不服血；万人敌。待我结束必归。欲思其利，必遇其害。欲 Слышите меня, новгородцы!
危急存亡之秋也。不知望臣服。欲思其利，必欲其利。匈奴未灭，何以为家？富贵为吾乡。匈奴未灭，何以为家？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。Достойный начальник. 欲思其利，必欲其害。富贵为吾乡。衣锦夜行。Наши воины обрели бессмертие, пожертвовав собой ради Отечества. 到了这个时候，他们的驻防车头就爆掉了，变成霍去病来做驻防。这个时候，围殴部队的白字从原本的3000到9000左右，变成现在的1000到3000左右。那最后也因为我补兵太多的关系，回天改命也是跳了出来。接下来是报告分享时间。那其实整体报告来看的话，是没有赚多少的。这一份报告是960的第一个集结，也是主集结，负责扛伤害跟补兵的。那我们补的有点断断续续，补的不是很好。不过我老实说，2605他们这一次驻防才是真正消耗到960的部队。像我自己本人，因为打这个要塞就已经损失了上千万的战力。那这份报告是由2605那边分享出来的，他们的报告是稍微赚一点。因为后面围殴部队的白字其实也没有到很好看啊。如果你们刚刚有看到我所分享的那个过程的话，可以看到大多数都是在5000到9000左右，比较好的范围是1000到3000左右，他们是超过了这个范围值，所以驻防方会比较赚多一点，并且他这份报告还可以看到其他集结的报告。不过你们这里看到另外2份集结的报告是亏的，但实际上如果你们是看到集结报告是没有亏那么多。等一下我会分享这2个集结的报告给你们看。因为对方有围殴集结的关系啊，所以那2个集结其实还赚蛮多的，所以算下来其实双方的报告是差不多的。刚好这份报告是由驻防方放出来的，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围殴部队到底损失了多少。那其实围殴部队并没有赚太多，你们可以看到每当围殴部队要打他们的时候，驻防方的血线都是保持在200万以上。只有在驻防兵力下降至190万以下的时候，围殴部队才有赚一点点。
不过庆幸的是，其实对方他们并不是完全用小号，那你们可以看到有不少名字全部都是大佬的名字来的。不过幸运的是，尤达这个时候并不在这个方向，而是在关卡6那边打着土阵营。假设这个位置是由尤达去驻防的话，那他的骑兵会更加多，他们补的会更快。而且尤达也算是比较有经验的一阳指玩家了，可能他来的话，或许960会打不下这个要塞。最后分享的是另外2个960集结的报告，那你们可以看到整体报告确实是有赚的，毕竟2605是有围殴集结的，那驻防方是看不到集结方被围殴的情况，所以可以看到报告是有一点不一样。这份报告是在比较早的时候所放的集结，只要对方是围殴960的集结，基本上960的集结都是赚的。那以上就是今天所分享的3集结，加上围殴的14分钟报告。至于各位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